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鸟精鸣。 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2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 妖女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1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1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 这是血玫瑰，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葵。 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 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，玄武使唐连月，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。 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，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 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影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。 我确实犹豫过，虽然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，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。 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影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影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
重新统帅三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驾！于！他追来了。我来拦住他，你去九霄城。他可是唐连月，上次他留了手，这次未必会了。宇哥，我不想在你和昌河之间做选择，你去了结这一切，我的选择交给你。至于他，相信我，他舍不得杀我。我给你一道护命真气，拦不住便逃。万事小心。你倒追得挺紧，我们这样昼夜不停的赶路，还是被你追上了。怎么，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见我？你们驾着马车走不快，我自然追得上。直三鬼就这么抛下你了？是啊，旁人待我哪有玄武使这般有情有义？小女子还记得昨夜玄武使的怀抱，明明身子那么温暖，怎么总要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？你真觉得我不会杀你？假的呀，江湖中不缺多情郎，不过往往今日多情，明日便无情。纵然那晚你见我一眼乱了心神，不过或许说忘就忘了，又或许在你心里报仇为重，儿女情长说放便放，谁知道呢？谁看你乱了心神？谁急便是谁了。纵然我穆雨墨天姿国色，乃暗河第一美人，不过你我毕竟是萍水相逢，露水情缘。所谓一见钟情，不过是见色起意，你对我终究没有太深的情感，我懂。见色起意？你站住！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，如此之大却能行驶平稳，如此之重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坐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
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。漫漫长夜中，是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天光，倾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回库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？那便来吧。八阶阵，刀剑隔世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局。我儿。
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茧之口。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 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 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
睡醒了。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。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
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驾！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
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伤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既是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之。下。这是我的堂弟刘波，近日来到长安城做生意。哎，刘尚书，您的这位堂弟，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或许是因为我们兄弟之间有些相像罢了。哎，不，我总觉得在别的地方见过。你是不是去过平康坊？是去过。雪儿姑娘的死，你可知道啊？有耳闻。别装了，想要为雪儿赎身，纳她为妾的人，就是你吧？不，这就是他，那又怎样？你们如此无礼，如此咄咄逼人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之前唐冠一案与此次平康坊风波，恐怕都与你刘府有密切的关系。刘尚书，你应该知道，朝廷重臣犯案是什么后果。我刘渊向来光明磊落，做了就是做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那刘尚书能不能说明一下，近几日从城外进来的大型马车之中都装了些什么？哼，我这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还有，那间房间里又有什么？是府上堆放杂物用的。哦，那全府上下只有那个房间上了锁，难道是怕什么东西跑出来？一派胡言！老大，确实在上锁的房间发现了豹子，但不是黑色的，跟他一样是个病号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看着身子骨挺硬朗的呀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私闯我的府邸？什么人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刘尚书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李少卿，您误会了。主人，事已至此，也别再瞒着了。我家主人风寒缠身，终日被病痛所折磨。偶然间听高人说，爆骨入药可以治疗筋骨疼痛、风寒湿痹，便利用职务之便所得病报一支，圈养在家中后院。这府上所有人都能作证，这病报从未走出刘府半步，更不用说杀人了。我想再回现场看看。萨摩，我们走。
三炮。嗯。谢谢。四娘，你听说过会变成黑豹的猫吗？哼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们大理寺很奇怪。什么态度？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。你有眉目了？还没有。那就更想不通了。2起命案里都发现了猫爪印，但是看起来又是猛兽所致。紫苏，你去查一下唐冠、陈礼还有苏阳明这3个人的关系。早就查过了，这几个人成天走南闯北，居无定所的，能查到的资料实在太少了。那以前的资料就什么都没有吗？他们来到长安城也就1-2年的事儿。那你就去查一下，他们来到长安城这1年里，有没有重大的案件发生？嫌犯祖籍是岭南的，重点关注一下。有人要吃饭吗？哎，我要烧鸡、烧鸭、烧鹅，迟早把你给烧了。不三不四，开饭！你怎么了？不是，三炮怎么没来？我让他悄悄溜到刘家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不对，刘尚书应该跟此案无关。过来。紫苏姑娘，紫苏姑娘，查到了2起案件，一是地下钱庄被洗劫一空，2是1名岭南籍的马匪被处死。马匪？什么来头？当时有一个马匪集团，经常在官道上流动作案。那个官道在哪里啊？就在城南，通往山区的那边。哦，走。大爷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好，这儿前2年是不是有几个马匪老抢人钱财？马匪？没有，我们这儿安全着呢。倒是前2年啊，我家人进山，让黑豹给吃了。黑豹？啊，吃了好多人呢，这尸体都在这里呢，头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行了。老爷子年纪大了，别听他胡说。你们这边有黑豹出现了？是死了些人，但都不是我们这儿的，好像都是些商人啊，还有当官的。我觉得呀，就是钱来的不干净。不是人为的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以前啊，这里有个茶铺，但是自从搬走了以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行，谢谢啊。啊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办？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
不起，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，麻烦你请回吧。那个，我是来找苏老板的，我之前来找过他，你告诉他不用害怕，我们已经找到杀害唐冠和陈理的凶手了。请进来说话吧。哟，苏老板这是怎么了？两位朋友相继遇害，对他打击太大了。他觉得没有保护好他们，尤其是我哥哥陈理。原来陈理是你哥哥，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？长安城里痛苦的回忆已经太多了，想回老家重新再开店。云溪，快给客人们倒茶。哎，好。三位官人，坐吧。我刚听说，凶手找到了。是。凶手曾经将同样的杀人手法运用在官道抢劫钱财上，然后呢，再把受害者制造成被猛兽袭击了的样子。太可怕了。请喝茶吧。那凶手为什么要杀二哥跟三哥呢？啊，我先喝口茶再说吧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。我要能帮到什么，您尽管说。我和云溪一定倾尽全力的帮助破案。我先上个茅厕，回来再说。云溪，快给官人倒茶。哎，来，哎，喝茶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哎，你。哎呀，好，等明天一早，你就会像唐冠和陈理一样，被黑豹撕得粉身碎骨。萨摩说的没错，真凶果然是你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看你们几个都喝下去了。哼，江湖伎俩。萨摩，戏演完了，起来吧。萨摩，起来了呀，起来啦！萨摩，明知有毒你还喝呀？萨摩，萨摩，快！萨摩，苏阳明，你可知罪？我无罪，我做的都是理所应当之事。那就让萨摩一条条的来问你。喵。
你和唐冠还有陈李3个人，于2年前来到长安，跟着马匪做起了黑店生意。你们的作案手法很简单，同时也很不容易被察觉。你们在官道旁开了一个茶馆，在茶里和酒里下药，那些歇脚的客人喝了之后就会想去上茅房，同时精神也开始涣散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把他放进去，让客人误以为看到了黑豹。这时就会用钢爪把他们杀掉分尸，造成被野兽残害分尸的假象，手段何其毒辣。由于不是人为作案，这案子自然进不了刑部的档案，所以子苏对此毫无头绪。后来你们老大被抓了，你们3人呢决定金盆洗手。你呢打算开一家小店，然后娶妻生子，过安宁的生活。可是你这2个兄弟总是拖你的后腿，经常问你索要钱财。你想和云溪结婚，一方面呢你需要继续开店贴补家用，另一方面呢你还需要供养唐冠，以及向陈离准备所谓的彩礼。你终于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，于是你决定把2人杀人灭口，对吧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在我第一次去你店里拜访你的时候，你的房门是虚掩着的。当时我就很纳闷，传闻唐冠是被仇家所杀，他出事后，你作为兄弟不藏不躲，不关房门，可见你根本就不怕有人来寻仇。其二，我自报家门，你却把官差挡在门外，这哪里是寻常百姓所为？我问你陈李的地址，你让我自己去查。此时你是怕引火烧身，才对陈李起了杀心吧？经过检验，这茶壶里面有致幻作用的迷药。他们本身就该死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利阻止我过我想要的生活。那你有为云溪想过吗？你觉得你亲手杀了他的哥哥，你们还能若无其事的生活在一起吗？这是什么？你说话呀！这是什么？你拿他做了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阿明哥，你说话！别喝了！你别闹了！要是没你哥，咱们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云溪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放开我！我不希望咱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人瞧不起啊！可是他再怎么不对，他还是我哥呀！云溪，云溪，放开我！这是咱们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干嘛让你哥拿去妓院花呀？他可以喜欢自己的姑娘，但是他不能花咱们的钱呢。他知道这是从自己亲妹妹身上剥削吗？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吧？你怎么能狠心做出这种事情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哥哥不见了之后，我隐约有感觉，但是我不敢想，阿明哥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云溪，我承受的怎么没有人能看见呢？我苏阳明要的并不多，我要的只有你，一点儿都不多。我就是希望跟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。我之前想过，我想去求你哥，还有二哥，别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可他们不听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苏阳明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罪，我自己做过的事，我从来都不后悔。来人，押下去，关进大牢，择日审判。
拿好啊，慢走。你看，你全弄到脸上了。没事。干什么呢？少年怀春啊！怀你个头啊！我的眼中只有烧鸡，没有人。哎，干活！哎，听说他又救了你一次。这次不算，这次呢是我故意安排的。值得吗？不就是个案子吗？值得服毒吗？命没了怎么办？什么重要啊？我记得你们中原好像有句老话吧，叫做那个受人滴水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先干活去了。他是官，咱是贼，就像猫和老鼠永远不能为盟。哼，这效率还挺高，这才几天呢，已经破了2起大案。哎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那得算陛下慧眼识英才呀。可微臣担心的是，担心什么？协助李治办案的那个萨摩，住在樊舍。樊舍掌柜公孙四娘，据说许多年前曾是黑道上叱咤风云的马匪头目。那你是想抓人？微臣的眼线说，这个四娘对李治没什么好感，臣担心她对公子不利呀。那就找个机会试探他一下。要是已经改过自新，就既往不咎；可要是还有祸心，立刻处斩。臣遵旨。